200平的豪宅，他可能只住2个人，但8人的合租房肯定不只住8个人。你就感觉穷人他就是好收纳。Hello， 大家好，我是林简七啊 ，Hello。大家有看我讲我发小那篇吗？对，李家俊，对，讲逼了那个，他今天也来看我来了，他在后台，请假来的，他跟他领导请假的理由是爱奇艺请我去录个节目。给领导吓一跳，给他开了病假。我们毕业之后就一起去了南方，然后住在一个小房间里啊，日子过得一塌糊涂。因为我是那种非常幼稚的人啊，我每周必看白桃星座，桃白白，就它是一个公众号，它会给你下周的健康做一个预测，让你提前来预防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准的有点邪门了，就下周他让我哪儿疼我哪儿就疼。我说这是白桃星座吗？这不死亡笔记吗？说我下周胰腺疼，我都不知道我胰腺在哪儿。我问我发小，我说你胰腺在哪儿你知道吗？他说我胰现在在深圳。我说我不是说你胰在哪儿，我是说胰腺在哪儿。胰腺呐，北上广深吗？他就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一个人啊。我记得有次我微信上不去了，需要好友给我发验证码，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微信给我发688423。”他说：“我暂时没有这么多钱。”你能不能容我2天？我说这2天你要干啥呀？去胰腺找你姨呀？当时每天日子过得就是非常荒唐啊！我记得有次我们去楼下盖浇饭吃饭，我就觉得那个盐就特别咸啊，盐都硌牙，你知道吗？然后他吃了一口，他说先别吃了，就是他家用的盐是大粒盐，扫雪用的。我说南方也不下雪呀，他说所以就用这儿了吗？他还是接着吃了，把这个盐挑出去，碗都快空了。我就感觉就是米不够了，把盐叫过来撑场面。你说跟我走吧，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盐一想也行吧，万一有人吃一肚子血呢，是吧？对，这就是我的风格啊。日子就是过得也非常窘迫，家里太小了，放不下任何家用电器。我去剪头发，理发师问我平时怎么吹头发，我说我一般是骑自行车吹，一般是背头。我要是想37，我就得。这段子写的太有生活了。你就别说这个吹风筒了就经常在家吃饭就是买馒头，咬一大口，当碗，既是饭碗也是晚饭啊。就你拿这东西出去，你都没法要饭。我这一伸手说给点吧，人说你这不有吃的吗？房间真的太小了，只能摆下1张床，然后我跟他一块儿住在床上。他还是比较邋遢的那种人，他比较邋遢，喝完的这个瓶罐矿泉水瓶就都立在床上，他一睡觉就跟帝王出土似的。我有一次偷拍的一张照片，然后发给我妈抱怨，我妈说这孩子要干啥呀，非得在桌子上躺着呢。
啊，每天晚上他一睡觉一翻身，这些瓶就全滚我这边来了。哎呀，哗啦哗啦，我就感觉我一闭上眼就回到童年啊，我睡在这个海洋球城堡里。当时每天都在抱怨，就是房间太小了。直到我们发现隔壁住着一家3口，哎呦，一家3口住5、6平，非常感慨。我就觉得空间越小，他人就越多，对吧？很奇怪，空间越小人就越多，空间越大人就越少。对吧？200平的豪宅，他可能只住2个人，但8人的合租房肯定不止住8个人。你就感觉穷人他就是好收纳。我现在兜里就揣俩，别出了啊！所以我理解的阶级就是越高就越不拥挤。你看，我们从这边到这边啊，只要晋级就会多个扶手，多点距离，对吧？我们得拼命用幽默感换一点空间。你们再看看评委席，不用幽默也能得到空间。当然，我这也是一个幽默，看他们懂不懂。笑了就是段子幽默，不笑就是段子完整啊，没事。我昨天发小也陪我彩排了，他就看着我们选手的座位说：“你们座太小了，你什么时候能坐那边？”我说：“你再容我2天啊。”其实我今天总决赛发小能来真的很开心，因为我们现在聚的很少了。我总会想起原来我们住在一起，就在那个小房间里。虽然房间很小，但每天就是胡思乱想，说一些有的没的，你一嘴我一嘴的。我记得有一天我看书，书上说雪糕是元朝发明的，我就开始思考，那怎么没有雪糕古董呢？然后就想明白了，雪糕会化。想明白之后就有点伤感，我就觉得有些东西它连被保存的资格都没有。那你没有证据，你可以随便说，你可以说它是侏罗纪发明的，对吧？随便吧。我把这个结论告诉我发小，我说雪糕是侏罗纪发明的。他说那侏罗纪挺厉害呀。这时候我听见房间外有人在笑啊，我说咋的了？咱俩出去看看。他说咱俩听话吧，别出去了。我说听谁说话？他说你知道咱俩现在在哪儿吗？咱俩被人揣兜里了。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谢谢林简七的表演。喜欢林简七今天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请锁票。这个抽象的结尾，这抽象吗？这不浪漫吗？抽象就是一种浪漫。我今天真的觉得你这篇很浪漫，因为我觉得你没有在跟我们这些人表演，你就是在跟李佳俊一个人表演，对不对？你要干啥呀？真的就是我听你的段子，经常听到一个点之后，后面的所有的每个字我都听不见了。我刚才就听到你跟你那个哥们儿，你们俩从那天开始就一起住在床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住在床上是太小了。那就只有一张床吗？对呀，还有一把椅子。问呢？我无话可说了，我还说什么呀？能听出来你俩确实关系特别好，而且这次比赛之前，你是不是专门还去是哪儿？郑州还是哪儿去找他是吧？对，我找他玩了1天。那林老师，我想问一下，就以后如果经济现在富裕了，你比如说是演出多了，完了之后钱更多了，你还会跟你这个兄弟住在一起吗？不会，人得有点空间了。既然已经聊到这个程度了，是不是？这个佳俊今天也在现场是吧？是。请看大屏幕。嗨，你好，你好，你好。你死了。听到这么多这个林简七就是聊你这些故事，你有啥想跟他说的不？气死我了。确实没想到啊，因为林简七他从来不让我去他的线下看啊，现场看，我实在没想到，其实现场的这种情况。行，要不挂了吧，挂了吧。那个
接着看演出吧，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佳俊一直是活在段子里一个形象嘛，突然今天看到真人，我有一种这个幻灭的感觉。不许你这么说他。确实是很抽象的一段表演啊！这个大林，你好像拍在了那个讽刺你们是不是懂幽默那个地儿，是不是？这个段子很完整，就在我看来，他现在不是说抽象了，他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他认真的在回答每一个问题，弄得我现在都不敢问他问题。想问啥就问，没事。我这付航都替我问完了，我就。而且在人家这个故事里头，我已经没什么资格说话了，我就别发表言论了。我都这么大地儿了，我赶紧钻里头去，我赶紧。确实啊，给你们几个把路都堵死了呢。开的小玩笑，不用当真，这是你们应该坐的座。太风趣了，这个我。那咱们问问这个同属抽象赛道的子涛哥，这是我喜欢那个一线那块那是我最喜欢的一段。然后我觉得他说的空间小，因为我有过，我睡过的地方，我睡了大概1年半，你脚下踩的那个地方比你那个地方大一点点，2个人挤在一起，辛苦了。但是没有那种拥挤，就不会让我今天有这么大的空间。我感谢我所有的挫折和我以前所有的磨难，成就了今天的我，让我慢慢把我的空间扩得越来越大，然后让我可以去包容纳一切的人跟我并肩作战，这是我喜欢的。我的座位越大，我就可以让更多的人跟我一起坐在一起，一起往前走。听懂？掌声啊！以后你的座位变大了，你也要去帮助更多的人，让他们走得越来越好。兄弟，行，没问题，涛哥，加油！是不是没有想到场上最懂你的是黄子韬，对吧？那他的段子里就是他的生活，他的生活成就了他今年总决赛的这个段子呀，对吧？对。钟姐，我知道你很搞笑，但是我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来懂你。什么？你伤害了他。我没有一点高深的东西。他终于破防了，不是你对我们指指点点的时候了，也有你拿捏不了的。那个移的那个地方很好笑，然后那个兜里揣2个兜里也很好笑。开玩笑了，我也很幽默，谢谢。我感觉今天这个演出结束，回去路上他俩会突然都回过味儿来。就是我懂你的幽默，也懂你。就是我一直觉得你是这个舞台上特别的一个存在。就是因为他的外形和他的那个表演的时候的那个语言节奏是完美的融合在一起，非常的协调。而且你的那种中二的气质是浑然天成的，就是我觉得你有一种游离在3界之外，然后一直在这个现实和超现实主义反复横跳的这种气质，你知道吗？就是我听说你是学电影的啊，你有一种那个东北文艺青年的这个气质，然后就老让我想起那个小成本电影里头的那种这个无所事事的这个逃学少年啊，蹲坐在那个街边，45度角仰望天空，看着彩霞，然后有一种淡淡的死感的这种。对，所以我非常喜欢你的表演。谢谢。我觉得李佳俊就是你的缪斯啊。总决赛前，然后就特意看他一趟，是不是因为找不到灵感了？是。我之前一直怀疑那是他的人格分裂出来的一个人，结果是真的。结果是真的。就他今天讲的整个东西，尤其是讲到最后那2个小人在口袋里又出来的时候，让我想起了 Tim Burton 的那个电影叫《大鱼》，就是它是整个非常奇幻的浪漫主义的一个电影，它有着很深刻的情感，但它所有的表现形式都非常的抽象跟不合常理。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的风格。然后我特别喜欢这个底，就是那2个小人在对话的底，充分表达了你和你缪斯之间这种惺惺相惜的关系。我很喜欢。谢谢。确实，这个最后在这个抽象和搞笑之间选择了浪漫。好。
好，我们谢谢林建奇的表演，拜拜，拜拜，请去等待区入座。第3位朋友，上一轮就发誓要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商务，今天是第2次闯进总决赛了，我们欢迎刘仁成。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仁成，非常开心看到大家，非常感谢一个夏天的陪伴，谢谢大家。时间过得真快呀，总感觉前一秒还是在去年的总决赛。去年总决赛我讲了一个我去干活，发现周老板有自己的休息室我没有的段子。今年第1期录制，我惊喜的发现，付航有自己的休息室了。把那生气的方安慰我说：“哎，兄弟没事儿，咱们先录制，其他事儿晚上回酒店再说。”晚上结束后，不是一个酒店。我确实是一个比较敏感自卑的人，总是因为这些事儿而内耗，可能也是因为学历低吧。你在娱乐圈，你很难做到学历低又很猖狂。我没有在讽刺黄子韬老师啊。真没有，我只是羡慕他，因为我们黄子韬老师虽然只是一个中专学历，但是比我高，我初中，但我就相信我们俩其实内心深处还是一类人，真的，我觉得他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点点自卑的地方的，我都知道他的自卑是从哪来的，悲从中专来嘛。讲这个段子，黄涛老师不要生气啊！如果你实在生气的话，可以打我1、2拳。算了，打2拳吧，不发音。我不得不坦诚的告诉你们，这不是现挂，这是我蓄谋已久的。开玩笑，很开心。从小就比较自卑，因为很小的时候被父母从江西带到了常州，3个月大就成为了一个外地人。我很喜欢常州，常州很发达，但极个别常州人喜欢歧视外地人。他们歧视的很直接，没有什么弯弯绕绕，直接就看不起你。没办法，常州人嘛，不擅长踢皮球。小时候家里条件很差，我家隔壁就是一个废品站，我天天看我的邻居收垃圾，看得我都有点影响学习了。收垃圾太赚钱了，但那会儿年纪很小，看东西很浅薄，觉得他们家里环境很差，手上也不干净，我就觉得他们挣的都是脏钱。现在长大才知道，其实他们赚的是最干净的钱。有的地方号称自己1尘不染，6根清净。赚的钱才是最脏的，肮脏的从来不是废品站，是永信。到了高中之后也很自卑，其实本来还好，我本来学文科学的是好好的，学校突然逼我去学艺术，说是为了我好，能上好的大学，但我内心知道，其实想提高本科率而已。我不想学艺术，天天跟他们争吵。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我打电话跟他们说：“我凭什么让我学艺术？我就不学，我辍学，我也不给你们提高本科率。”然后我就辍学了。但朋友们，真的要好好上学。但凡我数学好一点，我就会知道，我辍学也提高了他们的本科率。有一半的朋友没有听懂，跟你们解释一下。假设本科率是 F， 学生总数是 X， 考上本科的人是 N，fx 等于 x 分之 n，fx 减1等于 x 减1分之 n。当 x 大于0的时候，函数呈单调递减，所以 fx 减1大于 fx。懂分数函数的人都知道这里面门道有多深，但付航肯定没有听懂。
回你的休息室慢慢想吧就。辍学这个事儿真的让我挺痛苦的，不是因为学历低了，是因为我辍学说的太顺利了。我以为这是个很叛逆的事儿，一点阻挠都没有。其实那天打那个电话，我也只是一个17岁男孩在撒娇，我发脾气而已。我一直都希望我的老师可以把电话打过来、打回来，求我回去。11年过去了，号码我都没敢换，一直都没有等到。我的老师他讲不了脱口秀，他不会 call back。在无数个夜晚，其实我也挺难受的，我都一直在想，能不能穿越回去，回到那个夜晚，我就撤回那个电话，跟老师说：“老师，我开玩笑的，我不辍学了。”老师，你想清楚了？我说：“真不错，真不错，刘仁成真不错。”但我也知道，如果我不辍学的话，我可能就讲不了脱口秀了。那我就不确定，如果我不辍学的话，我的人生会比现在更好。很多人喜欢美化自己，没走一条路，我不这样。比如今年我有很多两边节目的朋友都认为自己去错了节目，觉得去对面会更好，怎么可能呢？只有一个人有资格说去对面会更好，就是罗永浩老师去对面对我们更好。从我辍学过去已经过去11年了，这11年说实话挺难熬的。这11年，特朗普2度入主白宫，我还是没能回去常州二中。有时候我也在想，我的母校会后悔吗？我今天早上去小某书看了一下，常州二中这个 tag 浏览量12.8万，刘仁成2325万。我不知道母校去年全国高中排名多少，反正我是全国第4。从今天起，提起常州二中，没人知道它什么千年府学、五朝文庙，大家只知道知名校友胖子门窗。哎，哪怕他现在看到这里，他很生气，他也不能拿我怎么样。他能拿我怎么样？他能没收我的毕业证吗？我没有毕业证。其实学员节目结束之后，我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欢嘛，然后很多朋友都告诉我认可我，所以我也知道，其实我现在可能不需要那个毕业证去证明自己了，就初中学历的我也很不错。所以哪怕现在我的母校回来找我，给我补个毕业证，我也只会说千年府学、五朝文庙、常州二中好学校。但这当然是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其实说这么多，其实也是想隔空喊一下我的班主任，我想告诉他，其实如果真的母校需要我合作的话，其实不需要很多钱，也不需要毕业证，给我打个电话就行。我这个要求很低的，我只要一个休息室就可以。老师，这是我的 callback， 轮到你了。没想到吧？我用 callback。我不知道如果我不辍学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的。在《复仇者联盟4》里面，奇异博士他看了1400万个结局，才看到胜利的可能性。我没有超能力，我也不会预测未来。但我知道，我之所以不会去美化自己没走过一条路，就是因为我现在正在走这条路太美了。我不后悔，我爱脱口秀，我爱奇异博士。谢谢刘仁成的表演，喜欢他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请锁票。哎呀，这么一篇火力全开的脱口秀，要不咱们先听听子韬的评价吧。其实我是觉得啊，辍学这件事情现在拿出来说就是不大好，因为还是
要让大家去完成他们自己的学业，但是像我这种人，像他口中的那种人，我是真的，我只要一拿起笔，一看见，我是真的就是我坐不住。我是上到职高下半学期，我实在扛不住了，所以我写了一封信给我父亲，我说能不能让我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我父亲说这是你自己的人生，你对你自己负责。我说行，那我先出去打工赚份钱。所以我去端了盘子发了传单，然后偶然的一个机会有选秀了，我去参加了，然后我就被选走了，然后我的人生就开始了转变。对，所以他最后总结了那一段，其实对于我来说，走过来你说的那一路的人，所以我是非常有感触的。对。大家今天都是跟黄老师最共情的人，他是最像脱口秀演员的人。没有，你这一篇其实你虽然有很多这个支出去向外的这些攻击的部分，但是一直都知道你想说的，其实更多的还是想跟你学校的这些事，对不对？还是跟自己一个交代吧。其实很多朋友如果像高中辍学的话，会很早的把它讲到段子里面，讲一篇。但我其实到第2届总决赛讲，就是因为很多事确实有点过不去。然后，但今年到这儿已经没有素材了，我的人生就那么一点点，就只能去面对这一些了。你擦擦汗，要不然。这个有什么可挖的？我补充一句话可以吗？当然，因为我们的传递的价值观不是说哦你不想上学了，你就要去辍学。我们传递的是，我是真的有很想做的事情，我想追寻那个梦想而辍学，这是2个概念。像他是坚持了脱口秀的道路而辍学走到了现在，我坚持了我喜欢的这个职业走到了现在，所以我们俩完成了。但是你不能因为说你不想上你就那个。还有您身边这位呢？他的情况更复杂一点。两位学长，我初中就辍学了，主要是。2位学长，你们仨一个学校的？不是。幽默住了，确实住了，没有，特别好。我觉得阿成，尤其在这次表现上，其实我今儿也是通过这个看他的朋友圈来窥探他的内心世界。刚才我到了之后，我先看到了刘洋教主应该是发了一个类似于什么分享一个歌曲，一首歌好像对。然后呢，翟佳宁就发这一天要给我做几个造型，你们能不能商量好？然后刘仁成发一个今天早饭真不错，我说那应该稳了啊，非常踏实，特别好。阿成的朋友圈其实已经偷偷辐射到非常非常远的地方了。他有一个人的微信，那个人是谁？你可以跟大家说吗？谁呀？我感觉你俩已经没有微信了，是吗？就是他想说是我们俩都有刘德华的微信。华哥每天也在看刘仁成的朋友圈。没有点赞。之前就听他们讲说，就是这个你很喜欢发朋友圈，然后每天能感受就是你今天是开心一点，还是说比较焦虑。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听你说这个，我感觉你也一点都不内耗，你也不焦虑，然后整个人又非常自信，然后又很热情洋溢。当然我看人不准，然后对，但是就是你整个这个就是我听了以后，我觉得就是真的挺好玩的，这个我懂。函数你也懂了？我也懂，我都懂。函数那块其实我也不懂。你自己懂吗？AI 搜的，然后其实我也不懂。我就说嘛，你说咱仨怎么能懂这个呢？哎呦，阿成是你们3个里学历最高的。没有，黄子韬老师高，他不是中专吗？2期那阿成的表演我都看了。虽然你整个人看得很沉稳啊，然后但是我觉得你有一颗很轻盈的灵魂。谢谢。就是那个小时候睡在那个车库卷帘门后面那个小男孩，我觉得他是有超凡的想象力的。铝合金门窗就算焊死了，他也关不住你啊，因为你是一个想飞的花蝴蝶嘛。其实我刚听姚晨老师说，我真的挺感动的，因为我在家毫不夸张说，我跟我女朋友一块看电视，90%都看《武林外传》，然后我没想到你看2期的节目，这说明可能有一天我在家看《武林外传》里面看你们姚晨老师的时候，我正在看着你，他在家看我，哇！而同时刘德华还在刷你的朋友圈啊。
郭麒麟在猜你想什么。我在想啊，可能我们每个人治愈自己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刚才听刘仁成整一段，我就觉得他是在跟过去的自己对话，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人生中都有很多的意难平，就是把你曾经的对那个你当时的那个选择里的遗憾，和你现在已经拥有的一切，你去跟他进行了一个跨时空的对话，所以我觉得还是蛮好的。我有一个好奇的问题，第2轮的稿子准备好了吗？反正写了。我也觉得阿成其实说的很对，我们不需要美化那些自己没走过的路，但是我们可以用 vivo S30美化自己的快乐瞬间。快乐你就 vivo life， 快乐你就 vivo life。刘仁成 vivo 也是真不错呀。阿成，我想说一句，就是阿成一直在我们的那些朋友关系里边都属于合照的时候站在最边上，然后每一次说话也都是听别人说，不主动表达。他每次在舞台上边，你都跟我说你就是周星驰，我就是吴孟达，你就是赵本山，我就是范伟。但是其实我想跟你说，不管今天的票数如何，你在我心里就是冠军。你站在这个舞台上，你已经是冠军了，真的非常为你开心，兄弟。破镜重圆了吧？不管最后结果如何，至少今天是非常精彩的演出。我们谢谢阿成，谢谢你的表演，请你先往等待区入座。7号有冠军来踢馆了，踢馆？拉过来踢馆啊！原来是你呀！雅诗兰黛智妍胶原霜，那是真的抗老冠军，专研类肉毒肽，淡6大纹路，18倍胶原新生，提6为松垮，胶原全满贯，无纹提松垮。雅诗兰黛，还是你厉害！胶原王者，雅诗兰黛智妍胶原霜。演出继续，那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朋友啊，不仅一路乘风破浪wave进了总决赛，也重生成了一家之主。掌声有请唐湘玉。唐湘玉，哇，这2年确实有一种红了的错觉，感觉好多人认识我啊。直到我前段时间去演我的主打秀，在剧场门口碰到一个黄牛，问我要不要票。我心想这也太猖狂了，你卖不出去不能还给我吧？那天我没人接，我还进不去。黄牛说：“我带你进去。”我说：“啥呀？我要进去表演。”他说：“那得加钱。”也不能怪他认不出啊，我那个门票是一个背影。但另一次就过分了，有个大哥在卖我的周边，印着我照片的。我特意走过去，我说：“这是谁呀？”他说：“金镶玉。”来一个吧，这镶玉。来不了，咱俩不该相遇。我们县城有个自媒体啊，也经常喜欢发我，发就发吧。那标题写的啥？唐湘玉卑微到泥土里，开出花。这句话原版是张爱玲的，卑微到尘埃里，怎么到我这儿入土了？我这么土吗？点进去有很多虚假信息，说我特别厉害，不光会脱口秀，还开了一家美容院。一家虫草店，把我写得太好，我都舍不得举报。关键真的有人会相信啊！已经有亲戚找我办美容卡了，我说卡是真没有，虫草你等我一下，我卑微到泥土里挖。说到土啊，就不得不提我这个口音了。我以前也知道我有点口音，但我一直以为我的口音是京片子。我在北京待了9年，我普通话就是在北京学的，所以我一直以为我是京片子。当年我在那个电视上听到广智和智胜的口音，我说句冒犯的，真的被土到了，土得我直接大喊：山东人说话不是这个样。
是不是黄子韬老师？是。结果去年我的节目播出，好多人说我学他俩，土就算了，还是学的，我都没法澄清。我总不能说不是学的，我本来就很土。其实我知道啊，我不是一个洋气的人，我就是一农村孩子。长得也不洋气，尤其是这颗痣，总有人评论让我去点痣，好意的我都心领了，我去医院看过，他没事儿。但有那种特别强硬的，把痣点了，就好像这个痣是我偷来的，给我交出来。你说话这么管用，你不应该浪费在我身上啊！你应该去高铁站把烟掐了。去美国把枪放下，去你的吧，把嘴闭上。还有人劝我说：“哎，点掉了一定是大美女。”什么意思？我现在是太美女。那幸好没看到这一刻，不然我就是全美女。你说为什么要关心别人的痣？是也开了一家美容院吗？如果非让我点啊，我可以把我名字里的点了，把玉点成王。都希望今年产生一个女王，不会是我糖香王吧？糖香王八怎么这么奇怪呀？说王不说八。反正说啥的都有，还把那种看面相的招来了。有的说有福，有的说克夫，我都行，都有用，真的有用。我表弟和我弟妹是那种多年的异地恋，特别不容易，定了去年结婚，结果去年都说是寡妇年，不能结婚。有听过这个说法的吗？我看什么封建糟粕都没见过。其实按农历来说呢，去年没有立春，成为寡年，寡组词寡妇，就成了寡妇年，多么匮乏的词汇量呀！你组词寡人、寡王都行，不组词都行。如果因为一个字音就不能结婚，那我还说去年不能开车，容易剐蹭，很荒谬啊！但表弟他们就很焦虑嘛，因为这个事儿。我说没事儿，你俩放心的结。这个寡妇我来当，我可以当。看到这个痣了没？这就是寡妇的标志。我表弟感动坏了，说：“姐，那你牺牲太大了。”我说：“不是你姐牺牲大，是你姐夫牺牲大。你姐夫直接牺牲了。”所以这不是也有用吗？我就没动他。让我点痣的呢，我都拒绝了，说我装，能割双眼皮，但不点痣。这话说的，我还能割，但不善舞呢。我割双眼皮是因为我想割双眼皮，同样的，我点痣只能是因为我想点痣，我也不知道我在燃什么，可能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吧。但拒绝了别人，我又会很内耗，你说会不会伤了人家的心呀？不喜欢我了。我朋友说：“你看，又卑微到泥土里了。”我说：“没办法，我就这么走过来的呀，这是我来时的土路。有土才能开花嘛啊！但我还是要谢谢那些让我点痣的朋友们。我知道是想让我变得更好，但我改变了这一个，肯定还会有别的。我觉得太累了，我还是打算做知己了。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唐湘玉的表演。喜欢他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请投票。谢谢大家，谢谢湘玉，谢谢。咋样？第2回在总决赛的舞台上了，紧张吗？刚刚？本来是不太紧张，但被刘仁成给炸懵了。
但今天其实还是聊了很多话题的，虽然一篇脱口秀，但里面放了其实很多的观察进去。天真姐，我其实很喜欢唐宇相遇今天的整个主题，就是我爱干嘛干嘛，我长成什么样是什么样，管其他任何人任何事情他们闭嘴。就是我觉得你的那种女王态度，其实是在你的今年一系列这5篇的表达里逐步在提升的，就是你的那种自我主体感会越来越强。是我就是这样子，我希望我自己成为什么样子，就是泥土中长出来鲜茂盛的花朵的感觉。是现在想把那个更多的能量聚焦在自己的成长上了，然后想自身的一些那个想法去跟这个世界去交流，以自己的感受为主了。现在是特别好。子韬听着这个口音亲切吗？我很喜欢唐香王呀，我喜欢健身，然后呢，我健身完了之后呢，我不爱穿衣服了，我只喜欢穿那种短裤背心，去哪儿都是，戴个帽子，我觉得大家也会说你怎么天天穿这个很土，包括我老婆也天天说我土，但是每当我自己一个人洗完澡脱衣服的时候，我觉得我不土。我健身也不是为了取悦他人，我健身是为了取悦我自己，我很开心，我干嘛在乎别人说那么多？空口无凭。其实土和潮啊、洋啊，其实很多都是自己的定义吧。我觉得太潮，我可能还受不了呢，我有潮人恐惧症。我就是觉得自己这样子，朴朴实实、本本分分也挺好的，偶尔打扮一下，这不是为了比赛吗？对，比赛的机会，这个妆发什么都是不用花钱，就是。所以能打扮就好好打扮，我也挺接受我本来的那个样子。我其实跟涛哥意思差，我也天天裤衩背心的，来一拖鞋我就出去了。我们一般那形容我这个穿着都叫水，就这人怎么穿这么水啊？就是说没有打扮，也不捯饬，没那什么。但我平时就爱这样，所以跟我在一块儿也都是特别水的人。但我觉得没什么不好，遇水则发嘛，我们都是望身边人啊。是花也有水培的嘛。对，太好啊！谢谢香王。我觉得就是喜欢自己就好了，就像是你觉得这颗痣，就是大家都劝你点，但你也没有就是想点过，说明你这人一点都不卑微。是主要是他怎么着也得切掉，然后需要时间恢复。我那活又特别多，没时间恢复。你看看我的档期，没时间整容呀，就是。如果有一天我把它点掉了，那一个就是它可能不健康，二一个是我想比较重要，我觉得是。我长那么大就认识2个叫香玉的女性，一个唐香玉，一个佟香玉。然后，在我眼里，我觉得2位都是大美人儿，然后你们的口音、你们的方言非常的迷人。因为我觉得对于一个演员来讲，声台形表是非常重要的基本的素质。然后方言有时候是你在表演时候很有力的武器，它可以快速的带你进入那个规定情境。你每次一张口，我觉得我就被你带到了山东，带到那个村里头，然后已经在你们家炕上坐的嗑瓜子儿，听三姨给你催婚，就是。欢迎你来，校官。所以我觉得你不需要听那些。自己就不太完美的人给你那些所谓的完美的建议，对，然后最后想说，香玉最美，谢谢姚晨老师，非常喜欢你，也是看着《武林外传》，就是他也是喜剧启蒙。但刚刚姚晨姐一说到佟湘玉，确实又回到那看《武林外传》的那个状态里，我就觉得有一点特别妙。其实《武林外传》里也有一个金镶玉，对，他们相遇，他们2个。碰到之后，大家其实发现最后佟湘玉才是真的湘玉，佟湘玉才是大家喜欢的那个人，真的很妙，很妙。谢谢湘玉，谢谢你的表演，谢谢大家，谢谢。也请你前往。